朝夕相处的妻子刚觉醒出中品灵根，便立马跟我斩断了关系。寒风，你我仙凡有别，就此别过吧。是啊，仙凡有别。明儿我就100岁了，活得可真够久啊！仙人，此村所有6岁以上、16岁以下者，全部上仙。此乃测灵珠，尔等依次将手放于其上，凝神静气。无灵根，下一个。哼，全是反派朽木。师妹，这村子灵气稀薄，难出仙苗，我们走吧。怎么回事？我的探玄玉竟自行测试。青光冲霄百丈六，师妹，这是天灵根。没错，探玄玉自主激发，唯有天灵根才有此异象。这感应度怕是接近90。可惜他已经100岁了。气血枯竭，经脉半堵，寿元恐怕不足1年。苍天弄人啊！天灵根，真是荒谬。老人家，你可知何为天灵根？听说过，说是最好的灵根。何止是最好，天灵根乃天道宠儿，修炼速度远超常人，瓶颈微弱。此物竟然有些许灵气。老人家，你身具天灵根，乃万载难废之仙元，但你年岁已高，体内生机匮乏，寿元所剩无几。这仙，你还修吗？这仙还能修吗？修！他竟然真的答应了。既如此，便随我们回宗门吧。我名白芷，这位是我师兄赵千钧，我们来自黄风谷。天灵根在哪儿？寿元将至，经脉堵塞，你们告诉我，这就是天灵根？谷主，探玄玉已确认，青光冲霄百丈六，感应度接近90，确是天灵根无疑。苍天何其不公，何其弄人！若是早30年，我黄风谷必能再添一位金丹真人，甚至有望诞生元婴大僧。可现在，他连引气入体都难啊！让谷主失望了，是小儿福伯。福伯，是天道瞎了眼！好好的天灵根，竟硬生生熬成了一截枯木。天灵根扔去外门，是丢我黄风祖的脸。可给他内门资源，又是天大的浪费。后山废丹院那边，是不是还缺个看守啊？谷主，那地方单独弥漫灵气稀薄，让身负天灵根的人
给他挂个内门名头，按外门待遇给资源，去守废丹院。闲了就让他自己参悟长春宫。是。就是这里了，中间那间大屋是废丹房，旁边的小屋就是你的住处。这是你的身份玉牌，还有长春宫秘籍。你的职责就是看守此地，每日清扫即可。切记，别在废丹房里久留，里面积攒了几十年的丹毒。北师兄，这是您本月的份例。有劳了。不愧是修仙丹药，只是闻了一下就如此精神充沛。如此神丹，还是配合仙法一起使用为妙。这只培育穿越过来的葫芦，今日终于能派上用场了。唉，仙家之物果然玄妙。4道丹纹，这是极品炼气丹，不可能！我放进去的明明是一枚下品炼气丹。难道这葫芦能提升丹品品阶？很多废丹，这些蓝色废丹是炼气丹，正好能为我所用。有了这些，再也不愁修炼的丹药了。这葫芦竟然能装下20颗丹药。
这药香竟如此精纯，半点焦糊杂气都无。3天，只要3天，就能把废丹提升为极品灵丹。哈哈哈！我这副残躯终于有救了。今日便借着灵丹，彻底稳固炼气1层的根基。炼气1层终于彻底稳固了。如今身体已适应其药力，是时候再次服用了。极品丹药，果然非同凡响。北师兄，这是本月宗正派发的俸禄丹药。有劳了。1个月的苦修，破境之日就在今天。给我拧！终于突破了炼气2层。林雪瑶，这过去的80多年，不知你又到何种境界了。入道仅8延光景，便已修至炼气4层。纵是天品灵根，至少也需2年苦修，全赖此宝神意呀！丹药必须暂且停下来。修为进境如此骇人，一旦被宗门察觉，我必死无疑。看来非寻一门敛息秘术不可了。按宗门律例，内门弟子可去藏经阁选2门功法，可我亲自去，必惹人生疑。或许可借他人之手。北师兄，这是您本月的俸禄。师弟如何称呼？回北师兄，弟子姓陈，名远。陈师弟，老朽年迈体衰，行动不便，有一事想劳烦你走一趟。师兄请讲，若弟子力所能及，定当效劳。宗门中内门弟子可在藏经阁选取2门功法，想劳烦师弟持此玉牌，待老鼠选回来。北师兄，藏经阁乃宗门重地，弟子身份低微，只怕……规矩老朽知晓，所以才叫你持我内门弟子身份玉牌去。师弟若是帮我，这枚炼气丹便算你辛苦一趟的酬劳，如何？师兄，此言当真？只需待您选2门功法，这颗炼气丹便给弟子。有劳师弟。师兄放心，弟子定当尽心竭力。不知师兄要选何种功法，可有具体要求？老朽气血衰退，修行艰难，需要一门能收敛气息、稳度根基的功法。其次，需一门护身御敌的法诀。弟子明白了，定为师兄挑选合适功法，请师兄稍后，弟子去就回。
北丹兄，功法取回来了。有劳师弟了，甚合我意。师兄满意就好，那弟子就不打扰师兄清修了。这龟息运灵诀真是玄妙，其中的敛息法门更是精妙非常。这门法诀更是实用，既能凝岩石护身，修至高深处，还能化石人御敌，攻防一体。当务之急，还是先把这龟息诀参悟透彻，把修为藏住。不错，不过半日功夫，便已摸到了诀窍。接下来便是将这道气息彻底隐藏起来。很好，只要不是修为远超于我，任谁也看不出我的真实修为。功法已妥，接下来就该去那废丹房看看了。见过白仙子。你引气成功了。回白仙子，托宗门福，侥幸踏入炼气1层。能在如此境地下引气入体，看来天灵根确有不凡之处。只可惜能窥得仙门一角，老朽已心满意足，不敢奢求更多。这是近半年积累的废丹，你按旧例处理便是。到时把储物袋交给每月给你送份例的杂役弟子即可。是，谨遵仙子吩咐。你在此地可还适应？多谢仙子挂怀，此地甚好，只是不知仙子可知晓一位名为林雪瑶的修士，他应是80多年前入选了玄冰宗。玄冰宗的林雪瑶执事，自然知晓。他乃中品水灵根，修行刻苦，如今已是筑基大圆满，更是玄冰宗的内门执事之一。筑基修士，好啊！仙凡有别，果然如此。多谢仙子告知，老朽了却一桩心事。你好自为之。先耐心分辨，看看能挑出多少可用之物。炼气丹不错，积少成多也是修行的助力。筑基丹竟然是6颗筑基丹废丹，这丹体大小，这裂痕纹路，凝金丹竟是辅助筑基修士结丹的凝金丹。总算回到了稳妥之地。先把这些炼气丹转化，稳步打磨修为便好。这些丹药关系太大了，还是先找个隐蔽地方藏起来。如此一来，才算真正的万无一失。炼气6层了，
终于在这仙门中看到了一缕长生的微光。北寒风，你给我滚出来！老东西，听说你这废丹院里还能捡到没完全废透的丹药？这位师兄说笑了，这里都是宗门废弃之物，灵气早散尽了。少跟我们废话！听说前阵子有批赤阳草渣子倒在这儿了，带我们去废丹房找找。师兄，里面丹毒混杂，气味污浊，恐污了各位师兄的法体，还是不必了吧。让你带路就带路，一个看守废丹房的老废物也敢拦我？是师兄，几位里边请。什么鬼地方，臭死了！你们两个去那边翻翻，仔细点找赤阳草的渣子。是，王师兄。王师兄，没有啊，全都是些没用的垃圾。那是什么？只是一些清理出来的废丹，准备日后统一处理的，皆是无用之物。我让你打开，听不懂人话。是，师兄教训的是。整理的倒挺整齐，可惜和你一样，都是废物。老家伙，我给你7天时间，7天后我再来。若是没见到赤阳草，相信在这废丹院少一个人，宗门根本不会在意。我们走。哼。这一脚，老夫记下了。这丹韵是素英丹，竟然是能助金丹修士突破元婴的至宝，真是天大的机缘呐！北师兄，这位是赵明师兄。多宽限几日，我给你留3天时间，3天后若还找不到，后果自负。北师兄，您多保重。这王师兄派人催促是假，试探是真。这赤阳草残渣，既不能给得太快，也不能不给，3天后交出，恰到好处。说到底，还是实力不够啊。以我现在的修为，还无法使用这些高阶丹药，必须要尽快提升实力了。
是风吹草动，还是有人窥探？看来这废丹院也并非真正的与世隔绝。我本不想惹事，奈何你们非要得寸进尺，或许不该忍了。算你这老东西识相。好险！若非归西运灵诀足够玄妙，今日险些就要暴露了。最后那人临走前看向葫芦的目光，是这葫芦沾染了我修炼时散出的灵气，引起了他的注意，还是只因凡物挂在修士身上太过突兀？无论如何，这都是个危险的信号，不能再被动等着了，必须想个法子了。或许可以借力打力。白纸仙子虽性情清冷，但行事有章法。当初还是他引我入的仙门，最重要的是，他已是炼气12层的修为。那王师兄就算有些背景，也绝难撼动他分毫。就这么办，先下山去淘换几样合适的物件，作为登门之礼。换，给，道友点清楚。掌柜的，你这里可有适用于炼气12层修士的丹药？有，道友要买哪种丹药？疗伤、增灵，亦或其他？麻烦取来看看。此乃中品回春丹，疗伤之用，一颗10块下品灵石。于炼气修士而言，只要不是道基受损，大多伤势都可快速恢复。此为中品淬体丹，一颗9块下品灵石，服之可小幅强化肉身筋骨，稳固修为根基。最后这瓶是下品引气丹，一颗需12块半个时辰内，即便筑基初期修士也难以看穿真实境界。掌柜的，你这儿可有4道丹纹的极品灵丹？掌柜的，你这儿可有4道丹纹的极品灵丹？极品灵丹，道友莫要说笑，4道丹纹的极品灵丹，岂是我这小小铺面能有的？倒是老朽见识浅薄了。对了，掌柜，你这里可有凝血丹？凝血丹，此丹多为凡俗5部所用，我这儿没有。你若想要，不妨去外边那些散趟上找找，他们货杂，兴许能有。那烦请掌柜帮我装上2颗回春丹。好嘞。成会，20块下品灵石。有劳掌柜。凝血丹怎么卖？1块下品灵石1瓶。
这些呢？这些都是我从炼丹房捡来的凝血废丹，没什么用。你要的话，再添一块下品灵石便是。行，你帮我把那瓶凝血丹与这罐废丹一并包好。真是个老糊涂，废丹也当宝贝买。跟了一路不累吗？老东西，警觉性倒是不差。识相的把身上灵石和值钱的东西交出来，哥俩发发善心，给你留个全尸。就凭你们？找死！石符术，这怎么可能？快跑！现在想走，晚了。这柄法器，下次去坊市处理掉吧，免得留下痕迹。品阶太低，用处有限。这些才是真正的宝贝。待这些废丹完成蜕变，不知能否将石符术一举推至大成。这份礼应该能敲开白仙子洞府的大门了吧？白仙子，北寒风，你不在废丹院，来此何事？此乃中品回春丹，是老朽用攒下的下品炼气丹换来的。当初承蒙仙子引荐，老朽才得踏入仙门。今日特以此2枚丹药聊表谢意。你有何事，直言便是，不必行此虚礼。不敢欺瞒仙子，前些时日有位名为王同源的外门师兄，带人前来废丹院强索赤道残渣。老朽年迈体衰，修为低微，实不堪其扰。今日冒昧前来，恳请仙子能否代为转还，或赐些许庇护。王同源，我倒略有耳闻，仗着是外门一位筑基执事的亲侄儿，平日在外门横行霸道，欺压同门。宗门之内自有法度，他若真无故伤你，自有行堂过问。不过废丹院地处偏僻，你修为低微，谨慎些也是应当。此事我已知晓，会知会外门行堂一声。至于这丹药，你且自行留着吧，与我无真大用。你修为低微，留着防身更好。多谢仙子，仙子恩德，老朽没齿难忘。去吧，日后若再有人无故欺辱，可直接传讯外门行堂，不必再跑这一趟。
北师兄，告诉你个天大的好消息！陈师弟，何事让你如此欣喜？是关于那位王同源王师兄的。哦，王师兄他怎么了？他被外门刑堂下令面壁思过3个月。听说是有弟子向外门刑堂举报，说他平日里横行霸道，欺压同门。刑堂查实之后，直接下了禁令，未经允许，他半步都不能踏出自己的洞府，再也没法来废丹院找您的麻烦了。多谢师弟告知，这消息于老朽而言，却是天大的好消息。师兄客气了，我也是刚听说，便赶紧来告知您了。那我就不打扰师兄清修了，先回去复命了。这3个月的时间，必须尽快提升实力。炼气6层还是太低了。4道丹纹，极品凝血丹，果然不负我所望。血炼术，起！一颗极品凝血丹配合血炼术，竟抵得上我平日苦修10符术1月的功夫。有这些丹药在，10皮术大成指日可待。王同源，那日你踹在我背上的一脚，我将100倍奉还。炼气7层。终于踏入炼气后期了，境界提升，体内的衰败感又散了几分，寿元也长了些许。3月已过，王同源也该从面壁里出来了吧？王宏源不过炼气5层，我自是不惧，可他身后那位筑基执事族叔却是个大麻烦，得另谋他法。竟有人御剑而来！可是内门弟子北寒风，正是老朽，不知师兄驾临有何吩咐？北寒风，你已入内门满2载，按宗门规定，内门弟子入门2年需承担外派职责。经任务殿分配，命你即日起前往七玄坊市驻守3年。这是任务玉牌，收好。师兄，老朽年迈体衰。修为更是低微不堪，鬼况难当此重任。宗门令域，岂容推诿？七玄坊市虽离宗门较远，却也是为宗门效力之处。你只需恪尽职守，3年期满，自有贡献点赐下，助你兑换修行资粮。若抗命不遵，便废去修为，逐出山门。是，老朽遵命。外派3年，究竟是福还是祸呀？离开之前，必须备足资源。这里面的高级丹药，是我日后冲击高境的希望。绝不能有半分闪失。唉，可惜没有储物袋，没法全部带走。这些应该足够支撑我一段时日了。
此去路遥，师兄自行保重。有劳师弟。老东西，识相的把身上值钱的都交出来，爷儿俩发发山心，留你全尸。看你从黄风谷方向来，是宗门弟子吧？看来咱哥俩今日运气不错。二位道友，老朽身无一物，不过是奉命前往访视驻守的垂暮之人，何必为难？驻守访视，能外派驻守，身上岂能没点油水？少废话，储物袋交出来。唉，既然二位执意如此，那便手底下见真招吧。炼气7层，十夫术。给我死！什么？现在还走得了吗？储物袋，这倒是给了我个大惊喜，正愁没法带更多废丹。有了这东西，行动方便太多了。终于到七玄访视了。这位道友，请支部。奉命前来驻守报道，这是任务玉牌。原来是北师兄，驻守的管理师兄此刻就在坊中中心的七玄阁当值，您去那里报道即可。有劳师弟了。这里倒是热闹，竟然有炼气10层的气息。老朽北寒风，奉命前来驻守报道。原来你就是废丹院的那个天灵根啊！访视西头最里面那个院子，以后你就住那儿。这册子是访视的规矩，自己回去看。你的职责就是每日在访视巡视2次，处理一些小纠纷。如果遇到解决不了的，再来上报。没事别来打扰我。成了，炼气8层，终是成了。唉，修仙之路果然越往后越难。如今境界稳固，
也该添一柄臭手的飞剑。这位道友想要些什么？本店法器、符箓、丹药一应俱全。此剑何价？道友好眼力，这清风剑可是下品法器中难得的精品，融入了锋利与迅速两重阵法，炼气境修士用，再称一不过。道友若诚心要，30块下品灵石便可拿走。价格还算公道。你这儿可有配套的御剑术？这是最通用的基础御剑术，还附带一门基础灵剑诀。道友若是将清风剑和御剑一并带走，就只收您50块下品灵石，绝对划算。我倒要看看这御剑术究竟有何玄妙。这基础御剑术倒也不算复杂，不过半日功夫，这御剑术的门道我已尽数掌握。坊市之内多有不便，正好去城外山崖试一试这御剑之术。清风剑起！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，剑从心生，法由心转，风雷受命，御！御剑乘风来，逍遥天地间。这赤荆草怎么卖？5块下品灵石。灵气已失大半，根本不值这个价。且慢，道友若诚心要，3块灵石拿去。这又是何物？看着像块凡铁，不知何物，从一处古修士洞府外围捡的，坚硬异常，火烧不化，灵力难侵。或许是什么是法器残片，或许就是块顽铁。道友若有兴趣，10块下品灵石拿走。哼，10块灵石，道友莫不是把老朽当冤大头？1块不知用处的废铁也敢开这个价？这赤荆草，我要了。成交。这碎片绝非寻常凡铁。好硬的材质。这葫芦竟能容纳远超口径的东西，难不成还有储物之能？不对，寻常储物袋绝不可能让它产生这般共鸣。
原来你不只能提升丹上品册，还能感应这类特殊材质，吸纳它们。看来日后访视巡逻得多留心这些摊位了，说不定还有与葫芦相关的机缘。所有驻守弟子即刻前往七玄阁集合，有要事吩咐。来到七玄访视的这2年，还是头一回接到如此紧急的集合指令。召集诸位前来，是因接到宗门传讯，与我黄风门相邻的黑煞宗近期活动频繁，其门下弟子在边界屡次挑衅，因此从即日起，七玄访视进入戒备状态。你们巡逻次数增至每日4次，一旦发现形迹可疑之人，立刻上报，不得擅自处置。是，谨遵指示令。此外，访视防护阵法已全面开启，夜间实行宵禁，日落后非常驻修士不得上街，尔等巡逻务必严格执行。行了，都下去吧，务必提高警惕。北师弟，留步。孙师兄，有事？没事，只是想到北师弟年事已高，这巡逻任务陡然加重，恐怕有些吃力。若师弟觉得不便，我可向赵师兄说说情，给你减免一些。有劳孙师兄挂心，宗门任务老朽自当尽力，不敢有半分懈怠。宗门摩擦在前，小小窥伺在后，日后要更加谨慎了。这葫芦竟然有这么强的反应！你想让我救你？你伤势太重，五脏六腑尽碎，已是油尽灯枯，我救不了你。你把手里的东西给我，我可以给你个痛快，让你少受些痛苦，如何？才行。难道这玉珏和之前的金属碎片都在修补这葫芦？这么说来，这葫芦根本不是完整的异宝，而是一件残缺的上古至宝。若真是如此，那这葫芦的潜力远比我想象的要恐怖得多。正好试试这修补后的葫芦，对丹药的转化会不会有变化？北师兄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皇师弟，何事如此慌张？黑煞宗，是黑煞宗，他们正在攻击大阵，大阵的灵光已经快灭了，快要破了。
人，识相的就打开大阵投降，否则阵破之时，便是尔等殒命之刻。黑煞宗是要与我黄风姐全面开战吗？你们就不怕宗门大军围剿？开战？这七玄坊市本就是我黑煞宗的地盘，今日不过是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。所有人将灵力注入阵眼，快！赵师兄，援军何时能到？求救讯号已经发出，但宗门援军赶来至少需要半日。不好，护罩要碎了！所有人准备迎敌，祭出法器！杀，一个不留！结阵，杀敌！撑不住了，赵执事，我们根本不是对手，快跑啊！闭嘴！谁敢退一步，宗门定斩不饶！实力悬殊太大，再留在这里必死无疑，不能再等了，必须想办法先撤离。哈哈哈哈！又一个老东西跑来送死，正好一并宰了。果然在此，地脉灵锁是我的了。地脉灵晓，那可是能提升灵根品级的天地灵物，难怪黑煞宗会倾巢来犯。黑煞宗的宵小，敢犯我黄风谷疆域，找死！什么人？竟然是他！我道是谁？原来是黄风谷的白仙子。李健，你们黑煞宗的爪子伸得太长了，今日定要你留下性命！白师姐到了，兄弟们，随我杀！把这群黑煞宗杂碎斩尽杀绝！地脉灵髓能洗炼灵根，逆转我天灵根枯萎的死局，这等天大的机缘，我绝不能放过。
卑鄙小人，休想打灵随的主意！离境！地脉灵髓终于到手了。嘿嘿嘿，灵髓到手了，老子不陪你们玩了！黑煞贼子，留下灵髓再走。两人大战一场，灵力损耗巨大，还都带了伤。我御剑而行，必能追上。地脉灵髓能逆改我仙路，这趟浑水我必须捅。起！万剑归宗，斩！这是你逼我的，今日我定要你神魂俱灭！哈哈哈哈！白仙子，我看你还能撑几时？邪魔歪道，就算我今日身死，你也休想带着地脉灵髓活着离开。死到临头还嘴硬。给我使！就是现在！谁敢暗算老子？回！你是北寒风？白仙子，别来无恙。北寒风，你竟然隐藏了修为！机缘巧合，偶有所得，不敢声张。偶有所得，从宗门人人皆知气血枯败、仙路断绝的老朽，到能一剑斩杀炼气大圆满的修士，岂是一句偶有所得能接过的？地脉灵髓，此物乃宗门所需，关乎重大。此物于老朽而言，乃是救命之物。仙子应当明白，我这天灵根若无此物洗炼，终是镜花水月，仙路断绝。今日之事，我会禀明宗门，李健乃我拼命所杀。至于地脉灵髓，就说在激战中不慎毁去。仙子大恩，老朽永记于心。白仙祖，你的伤势……
多谢北师弟出手相救。仙子言重了，分内之事，此地不宜久留。黑煞宗余孽随时可能追来，我先带仙子离开。白仙子，你先服下回春丹调息一下。北师弟，白仙子醒了，伤势可好些了？已无大碍，只是北师弟，你是否该给我一个正面的解释？不知仙女想问什么？你的修为从何而来？我引你入宗门时，你气血枯衰，经脉萎缩，寿元不足1年。按常理，绝无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修炼至炼气后期。老朽在废丹院中偶得一些未曾完全失效的丹药，借此艰难修行，才侥幸有了些微近跃。未曾完全失效的丹药罢了，既是你仙缘，我便不再过问。谢谢你，北师弟。今天若非你出手救命，我恐怕早已殒命。仙子言重了。当年若非您引我入道，老朽早已化作焚尘一抔黄土。只是老朽还有一事相求，望仙子成全。你且放心，你隐藏修为之事，绝不有第三人知晓。老朽明白，多谢仙子成全。北师弟，白仙子，你的伤势如何了？已无大碍，回去静养些时日便可痊愈。地脉灵随既已在你手中，便尽巧服用吧。此物灵气磅礴，洗炼灵根时动静不小，你尽管放心炼化，我为你护法。那就有劳白仙子了。稳住心神，守好丹田识海，莫要被灵力冲垮了经脉。如何？灵髓可绩效了？劳烦仙子挂心，灵髓确有奇效。枯萎的天灵根是活过来了，只是距离真正的天灵根还相差甚远。那如今灵根品阶如何？如今大概相当于下品灵根。能活过来便是天大的造化。下品灵根，只要勤勉修行，亦有筑基之望。仙子所言极是，老朽已经知足了。你能有这份心境，实属难得。修仙之路本就逆天而行，心境远比一时的天赋重要。七玄坊市遭此一劫，你的驻守任务已无法继续，你就随我一同回宗门吧。北师弟，如今你灵根已恢复生机，你可有什么打算？多谢仙子关怀，老朽却有一不情之请。但说无妨，只要不违宗门规矩，我能帮的自会帮你。老朽年迈，自知修行艰难，
若想在这仙途上多走几步，终究须得一技傍身。老朽听闻宗门丹殿常年招收看管丹炉的杂役，偶尔开设，但老朽恳请仙子相助，让老朽进入丹殿。丹道一途艰深晦涩，极耗心力与资源。你年事已高，为何偏要选这条最难走的路？老朽在废丹院板待了数年，终日与废丹丹药一分缘分，不吃出别无他长。能入丹殿已是老朽最大的奢望。丹殿确实常年需要人手，以你内门弟子的身份调过去做个负责处理废丹的执事弟子，应该没问题。至于能否学到真本事，就看你自身的造化了。如此已是天大的恩情，多谢仙子成全。我稍后与丹殿执事打好招呼，你且先回废丹院收拾一下，明日便去丹殿报道吧。是，老朽遵命，绝不负仙子成全之恩。丹殿，那可是一座真正的金山银山呐！北寒风，你就是白师姐推荐进丹殿的那个天灵根？是。100岁了才炼气2层，这天灵根怕不是个笑话。去东侧第3偏殿报道，负责青心草的淬炼。记住，丹殿种地规矩森严，莫要走错了路，碰了不该碰的东西，否则定严惩不贷。谢师兄。你就坐那儿，每日淬炼3筐青心草，少1株，便按丹田规矩处置。是，弟子明白。看那老东西，连个基础御检都要看半天，还学炼丹呢，别把药材全糟蹋了。管他呢，反正就是个走后门的，熬不了几天就得滚出丹殿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回墨大师，弟子北寒风。北寒风，你就是那个100岁天灵根？是。你觉得炼丹之道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回墨大师，弟子以为是心。哦，细说。心静则火稳，心专则药纯，心诚则丹成。百草有性，丹火有灵，造劲功力畏惧自得，皆会应于丹中。弟子年迈，或许天赋不足，灵力不济，唯有一点耐心和平常心。明日辰时，到地火院甲字7号丹房报道。什么？莫大师竟然选了他？这不可能！他一个炼气2层的老东西，凭什么？弟子遵命，多谢莫大师成全。地火院甲字7号丹房，想必那里应该有不少高阶丹药吧。
关门。弟子北寒风前来报道，见过莫大师，可知我昨日为何偏偏选你？弟子愚钝，还请大师明示。昨日殿中那些小子，个个手法熟练，灵气充沛，可淬炼的清心草之液杂质余3分，火气旺1分。而你不同，我看中的就是你这份100年沉淀下来的耐心，唯独你那碗杂质去尽，药劲温和，火气全无。这不是手法，是心性。他们急于求成，心不静则力不纯。弟子定不负大师看重，绝不敢懈怠。先别急着表态，从今日起，你要做的便是熟备所有药材药性，清理丹炉残渣，观摩我炼丹。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得私自引动地火开炉炼丹，明白吗？是，弟子明白，谨遵大师吩咐。终于炼气9层了。莫大师，宗门近期有一批内门弟子准备尝试筑基，奉长老会之命，特送来3份筑基丹材料，恳请大师开炉炼丹。放这儿吧，3日后过来取丹。有劳莫大师，弟子告退。今日炼制筑基丹，你在一旁观看，能悟多少，全看你自己的造化。是大师，弟子定当用心观摩，绝不敢分神。看好了，投药顺序、火候变化、时机把握，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药力冲突未能完美融合，这炉丹全废了。你可看出问题出在何处？可是紫侯花与玉髓师药力融合之时，地火稍旺了半息，打破了平衡。不错，观察的倒是仔细，正是那半息之差。炼丹之道，失之毫厘，便前功尽弃。这丹虽有其形，却暗藏丹毒，药香尽散，已是废丹。你拿去清理了吧。是，弟子遵命。我再炼一炉，你且看好方才失误之处，我如何规避。是，弟子谨记。上品筑基丹成了。炼丹非一日之功，需多看多练。今日你收获怎样？弟子今日收获巨大。今日便到此。如今的筑基废丹也不少了。或许可以试试以炼气9层的境界，服用一枚极品筑基丹。
大师，弟子有一事相求，望大师成全。何事？弟子入门前在凡俗有一孙，因此想请假一段时间回乡探望。给你数月假期，速去速回，莫要耽误了丹道修行。多谢大师成全，弟子绝不会荒废修行。成败在此一举。好强的灵力波动！没想到极品筑基丹动静竟如此之大。幸亏有先见之明，若是在丹殿内闹出这般动静，后果不堪设想。4道丹纹，果然是极品筑基丹。好霸道的药力！给我稳住，顺着功法路径走。值了，太值了！道基已经彻底夯实，他日冲击筑基境，瓶颈必将减弱大半。就算不用筑基丹，我也有10分把握筑基成功。有人来了！王师兄，刚才那股灵气波动，定是从这附近传出来的。没错，这荒山野岭的，定是有人得了天才地宝在闭关。都给我仔细搜，定是有宝物出世，或是哪个蠢货服了高阶灵丹，散逸了药气，何该便宜咱们兄弟？王师兄，灵气流动是从那块巨石后头传来的，里头的朋友得了什么好处？见者有份，不出来分一杯羹吗？就是，识相的就乖乖把宝贝交出来，不然王师兄拆了你的破洞府！竟然是他们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2年前的一角之荣，我没去找你，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，正好今日将你们一并解决。不必劳烦各位动手，老朽自己出来了。王师兄，别来无恙啊！炼气9层，你到底是谁？废丹院一别，看来王师兄把老朽忘得一干二净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明明只是……明明是个寿元无多的老废物，是吗？老东西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族叔可是筑基执事，你敢动我，他绝不会放过你。筑基修士，好大的靠山！可惜这里是荒郊野岭，杀了你们，又有谁知道是老朽做的？跑！都给我跑！跑？你们跑得了吗？灵剑诀，分光！王师兄救我！
御剑术，去！不，你不能杀我！我族叔不会放过你的！竟然是长春宫筑基篇。什么东西？是追踪印记，这下麻烦了。黄风谷暂时是回不去了，宗门，待我筑基归来之日再会吧。冤啊！血缘追魂，显！找到你了！无论你是谁，我必将你抽魂炼魄，挫骨扬灰！该死！必须尽快摆脱这追踪印记，否则一旦被王清源的族叔追上，我必死无疑。竟然这么快就追来了！小贼，受死！想杀我，可没那么容易。果真能隔绝神识。小杂种，你倒是会找地方。竟敢一头扎进这藏骨荒穴！莫不是以为躲进这里就能活命？老夫就守在这儿。这藏骨荒居有进无出，灵气稀薄，我看你能在里面撑多久？守着，正好给了我闭关筑基的时间。这是尸魁。才刚进外围，就遇到这种难缠的东西，深处只会更危险，必须尽快找个隐蔽的藏身之地。这里足够隐蔽，正好藏身。必须尽快提升实力，一举冲击筑基境。李健身为黑煞宗炼气大圆满修士，应该有不少好东西吧？中品灵石，
竟然是中品灵石。这年份至少有300年，并且还能炼制雷属性丹药，价值不菲呀！竟然是炼制冰属性法器的顶级种材，这等宝贝，就算是筑基修士也要抢破头。噬铁土头风。竟然是上古异种噬铁狐头蜂，成年便可抗衡筑基初期修士，成群而出，就连金丹修士都要退避三舍。这东西若是培养得当，未来绝对是我一张足以翻盘的底牌。这李健的身家果然丰厚的吓人。唉，3日后又多了10几颗极品炼气丹，有这葫芦在，我就永远不会缺修炼丹药。炼气10层，成了。若是在这继续服用丹药修炼，恐怕想要冲击筑基，至少还需要4年时间。以王丽那老痞老的性格，他可能真的会在外围守这么几年。可这藏古荒墟步步杀机，谁也不知道深处会出现什么东西。在这里待4年，变数太大了，不能这么干等了。3只我是养不起，但若是1只呢？就是你了。好霸道的吞噬之力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还不够，这点成长根本不足以应对筑基期的王力。成了，这只噬铁虎头蜂终于踏入了成长初期，如今的实力应该相当于炼气9层的修士。竟然能共享感知！探查洞外方圆100丈，标记所有危险。有此风效助，在这藏古荒域之中，我便多了3分把握。可惜金属灵材不够，
无法将噬铁虎头蜂养到成年。藏骨荒须既然是上古遗迹，里面或许有尸铁虎头蜂需要的东西。走，出去觅食了。竟是一件中品灵器，而且看符文的光泽，很可能还是一柄完整的中品灵器。上前试探，小心些，不要惊动那3具尸柜。不好，情况不对。这边！300年了，终于有人来了。你是谁？不必紧张，老夫生前乃金丹剑修，道号清明，现在只是一缕残魂。金丹剑修，前辈现身，所谓何事？小友既能到此，便是与老夫有缘。老夫有一事相求，望小友成全。前辈请讲。若力所能及，晚辈自会答应。将我这具金骨带出藏骨荒须，交给玄剑门当代掌门。前辈空口相求，未免太过轻率。老夫自然不会让小友白跑一趟。老夫愿以下品宝器清明剑及全套清明剑诀相赠，作为酬谢。但需你立下心魔大事，务必完成老夫的遗愿。天道在上，心魔为证，吾北寒风立誓。吾若接了清明真人功法传承，必将其骸安然送于东海玄剑门，交于当代掌门手中。如违此事，道基崩溃，神魂俱灭。好，好，小友，切记你的誓言。原来这藏骨荒鱼是古魁宗的遗址。前辈竟还留下了阴髓铁矿脉的线索，真是天助我也。这银枪虽不如清明剑，但也算一件淬手兵器，先收起来。我知道你渴望金属灵材，不用急，前面就是阴髓铁矿脉，有的是你吃的。你先去前方探路，我们出发。矿脉应该就在这个石楼里。这应该就是阴髓铁，果然在这里。
是要进阶了。竟然达到了筑基期！若是培养出3只筑基期的噬铁虎头蜂，我在这藏古荒域也算有了一点自保之力，甚至能反杀守在藏古荒域外的王力。去洞口守着，警戒四周动静，有任何异常立刻汇报。看来该做个了断了。竟然在反抗认主！你以为你反抗得了？放肆！竟敢对主人不敬！有了前车之鉴，这次得换个法子。任我为属，这阴髓铁全都是你的。终于成了，去吧，尽情啃噬阴髓铁，尽快进阶。不错，终于突破到炼气11层了。接下来该彻底掌控这柄宝器了。好剑，不愧是下品宝器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全部隐匿气息，准备战斗。不好，是尸魁，筑基初期顶峰，离中期只差半步。别过来，别发现我。动手！好硬的防御，竟只在鳞甲上留了个小印。别攻击躯干，打他关节骨簇连接处。就是现在！灵剑诀，分光！攻他眼眶魂火，这是他的命门。他这是要拼命了！他居然退走了！清明剑果然厉害，炼气期修为都能破开筑基尸魁的防御。
不对，他最后看清明剑的眼神不像畏惧，更像是在确认。这地方不能久留，必须立马走。出去一支探查，共享感知。30具尸块，3个筑基期领头，硬拼就是死路一条。不能硬拼，要找个小道悄悄跑掉。你们去拦住他们，给我争取时间。这莫非是在借助棺椁里的生灵，维持中间那个人的生机？3000年了，终于等到了一具活着的肉身。元婴镜，竟然是元婴期的老怪物！不要挣扎了，在本座的元婴威压之下，你连自爆的资格都没有。骨龄105，修为却只有炼气11层，真是具糟糕透顶的身体。还好你这具身体里还有一株枯萎的天灵根，算是弥补了一些不足。前辈，你这具身体里好像还有点东西。竟然是能自主修复的先天灵宝！好！看来本座今日不仅要得一具肉身，还要得一件无上至宝！天助我也！要结束了吗？不可能！本座乃古鬼宗第3太上长老，元婴中期修士，快放开本座！这跟我一同穿越而来的葫芦，竟然吞了一个元婴。储物戒，元婴修士的储物戒。神识探查。3
具金丹尸魁，其中一具还是金丹大圆满。鬼神经，古魁宗的核心传承。这些棺椁锁链，恐怕都不是凡物，正好给我的小家伙们打打牙祭。去，把这些棺椁锁链全部啃食干净。好，哈哈，好3只筑基中期的噬铁虎头蜂，这下就算是面对金丹初期修士，我也有一战之力了。这9具尸魁材质非凡，绝对远超普通傀儡。等我日后参悟透了魁坚经，正好能派上大用场。元婴修士的肉身蕴含着磅礴的本源之力。说不定以后用得上。不知外面的尸魁是否还在？出去探查，把外面的情况共享给我。速战速决，别给他们任何求援的机会。这身鳞甲硬度不足，日后说不定能派上用场。这是阴煞晶核，没想到这巨魁体内竟能凝结出这东西。对于魔道修士来说是至宝，可对寻常修士却是剧毒，沾之即腐，道基受损。你想要这个？罢了，给你试试。若是有异样，立刻停下，不可硬撑。这是要开启新的蜕变了。此地太过凶险，不能久留，还是先离开这儿再说。活人的气息，好久没闻到了。这尸怪竟然有灵视！筑基中期的虫子，有点意思。下品宝器，可惜用剑的人太弱了，连宝器1/10的威力都发挥不出来。用你刚觉醒的音波技能扰他神魂。银宫秘术，不对，这是……就是现在，攻他眉心魂火！给我滚出去！终于解决了。
竟然是古魁宗丹阁的位置地图。如今我正缺少高阶丹药，想必那丹阁中肯定藏有大量高阶丹药。炼气11层，却有3只筑基期的噬铁虎头蜂，还有一柄下品宝器清明剑，有意思。小友不必紧张，老夫乃古魁宗首丹人墨尘，不知小友怎么称呼？北寒风。小友来我这丹阁，想必是想找丹药吧？是，那你算是来对了。丹阁中存着我古魁宗几乎所有的丹药，唉，可惜当年宗门覆灭之时，所有的丹药都被封进了万药灵匣之中，设下了禁制。前辈有何条件，不妨直说，和聪明人说话就是省事。老夫的条件很简单，待老夫离开这藏古荒墟，以前辈的修为，自行离开这儿应该不难吧？哼，当年宗门覆灭，老夫为了保住丹阁，以秘法将自身与禁制相连，借禁制之力才苟活了3000年。禁制之力日渐消散，老夫的生机也快耗尽了，唯有离开荒墟，寻一处灵气之地才能活命。可与禁制相连，我半步都走不出这丹阁。只要你带我出去，丹阁内所有的丹药尽归你所有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带你出去。你见过第3太上长老？他死了，对不对？你身上有他的神魂气息，是又如何？你想替他报仇？区炼气11层，也敢在老夫面前放肆？小子，你真以为老夫油尽灯枯了？虽不能恢复到金丹修为，但仅凭筑基修为杀你，绰绰有余。反应倒是挺快，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躲过下一拳。一群烦人的虫子！这几只虫子倒是真够烦人的。石符术起！他与禁制炼化入体，禁制就是他的命门。给我分散开，啃噬这丹阁里的所有正文。找死！你竟敢想毁了护阁禁制！你要干什么？快住手！你炼化禁制入体，禁制的核心就在这尊丹炉里。我若毁了这炉，你猜你会如何？住手！快住手！毁了禁制，你也活不了。那又如何？反正都是死，拉你一起陪葬，血赚不亏。停手！我放你走。不够，我要丹阁内所有的丹药，还有你古魁宗全部的炼丹秘术丹方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小子，你够狠！都在这里了，拿上东西，你可以走了。北寒风，你给老夫等着！此仇老夫必报！终于出来了。呀，小贼，你终于出来了！
老夫守在这整整数月，今日定要取你狗命！就凭你，噬铁秃头凤，还是成年的噬铁秃头凤，血影分青剑！血元盾，给我挡住！你若杀我，黄风谷绝不会放过你的！中品增神丹，这可是能直接增强一层神识的至宝，倒是意外之喜。先找一处山谷闭关，突破筑基后再回宗门吧。今日便在此处突破炼气12层，并一举冲击筑基。陈素心，交出地灵乳，饶你不死，否则今日定叫你神魂俱灭！冥顽不灵，给我围起来！地灵乳我已经服用了，你们就算杀了我，也得不到分毫。道友何人？我黑山家办事，劝你不要多管闲事，免得引火烧身。各位，此地是我闭关之所，惊扰了我修行，现在立刻离开。道友，这女子盗取我黑山家至宝地灵乳，我们奉命追回，还请道友行个方便，事后我黑山家必有厚报。他说谎，地灵乳是我在云雾山深处所得。他们半路劫杀，想要夺我机缘。我不关心缘由，10息之内离开山谷。道友是要与我黑山家为敌？5息，找死！给我一起上！前辈恕罪，晚辈有眼无珠，冲撞了前辈清修，晚辈这就滚。楚代留下。晚辈陈素心，多谢前辈救命之恩，晚辈愿以此物酬谢前辈救命之恩。瓶中还有3滴地灵乳，虽数量不多，但对灵力洗炼颇有助益，还请前辈笑纳。不错，东西我收下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前辈，晚辈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黑山家睚眦必报，今日之事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晚辈师尊早已陨落，洞府也被仇家所至，如今已是无处可去。能否容晚辈在此山谷暂避几日？待晚辈伤势恢复，立刻就离开，绝不敢打扰前辈清修半步。此乃家师所留的云雾丹经，里面记载了不少罕见丹方与炼丹秘术，晚辈愿献给前辈，以作暂居之资。谷内东侧有处石穴，你可暂居那里。未经允许，不得靠近此洞100丈。晚辈记下了，绝不敢扰前辈清修。筑基气象，难道前辈根本没筑基？不好，是黑山家的人。前辈正在冲关筑基，这个关头绝不能被打扰。黑山家办事，闲人退避。
筑基气象竟比自己当年还要磅礴数倍，绝不能让洞内那家伙成功筑基。交出地灵乳自废修为，我可以留你一命。地灵乳我已经献给了洞中前辈，黑山家主请回吧。哼，一个连筑基都还没成的家伙，也配称前辈？在下黑山家家主黑山月，这女修盗取我家灵乳，还请道友将她交于我，黑山家必有厚报。灵乳在我这儿，想要就自己来拿。道友这是要与我黑山家为敌？为敌？你也配？这是噬铁天头锋，还是筑中中期的？前辈饶命！前辈饶命啊！